迎来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今天我們來玩藏玩閣英雄級的映龍衛的第一款劍翼。本來我以為這玩意兒個頭不大，沒想到盒子這麼老大。畢竟裡邊的東西還是挺多的，說明書、人物卡，另外還有一個牛皮盒子是特點，裡邊裝的是拼裝版的映龍衛 Q 版的造型，但是它也是可以变形合體的喲。还有说明書和小人物卡，拼装的过程倒是也挺简单的，毕竟都是球形关节。360度来看一下，其實這個人形偽裝的程度還不錯吧，並沒有什麼特別明顯的頭角窟窿啊，很好。而且這個人形的樣子還挺可愛的，哎，說實話，有一點像那個布魯克系列的那種味道啊。尾巴可以拿在手上當一把小劍使，我們把它拔下來。人的高度到頭頂差不多在将近10公分，到最後邊高處11公分左右。变形的過程也是很簡單的，我們把這個手先藏起來，然後爪子拧到前面，胳膊直接拉下来。腦門的中間有一個孔，這個地方是定位的插扣。我們先把龍頭打開，拧個180度，看到裡邊的插孔位置，頭再旋轉180度。把這裡邊的一個插扣固定結合，同時也就把脖子這一塊鎖定住了。然後順着腰部旋轉180度，膝蓋這裡再轉180度，挪到這面來，趴下。尾巴掏出來，直接插進去。注意這一個孔，其實在裡邊是一個斜着的造型啊，順着這個方向插進去。樣子來說，大腦袋萌萌的，還是挺可愛的。上邊的這個龍角可以來回的活動，嘴巴下方這裡可以打開，虎頭虎腦的一個造型，就是把身體看起來不免瘦弱了很多。畢竟它要涉及到3變，還要照顧到人形的效果，而且是一個 Q 版的拼裝的小人啊，所以也不能奢求的太多。那合體形態變形也是非常簡單，我們直接把這手翻出來。爪子旋轉過去，然後順着肘關節對折起來。這一款的可動性還是非常不錯的。你別看它個兒小，在關節的處理上邊也算是一絲不苟，該有的都有了。軸還挺緊的，好，把拳頭跟上團起來就好了。腰部擰一下，尾巴摘下来。合體的連接關節扣點在這個地方，人頭和龍頭同時的往前頂一下。脫開這個地方的凹槽，整體擰個180度，折過來。接着頭上這個尖兒讓一下位置，把這個龍頭再旋轉過去。腿部這裡，膝蓋擰個180度轉過來，然後腳踝2個中間有插扣，把它固定一下。腿往後折，然後再旋轉90度，應該是這一面冲前啊。到時候這個地方的胯部關節變成了手肘的位置，看它到時候這個爪子怎樣去安插吧。而目前嘛，說明書指示就讓你變成這樣，就是它的一條小臂了。哎，也是挺期待這一套 Q 版的組合起來究竟會是什麼樣子呢？所謂的這個英雄級啊，當初公布出來的時候，我還以為會像小蚩尤那個樣子做成小比例啊，沒想到這個差不多算是。就相當於經典比例吧，人形的高度到頭頂在17.5公分左右。如果說算上背包最高處，那就高了，在24.5公分的尖兒，到翅膀的最高處已經將近26公分了。畢竟背後的這個背包造型還是非常誇張的。2把大刀握在手裡邊，張力非常強，一長一短的参差劍。我們也可以拿下來，把它对合插在一起，最后也可以成為組合的映龍衛合體大劍的劍尖部分。背包通過這個球碗拔下來之後，我們可以把它旋轉個180度，這樣卡在胳膊上邊，變成一個大弓的樣式。這也是這一款名字叫做劍翼的由來吧。當然也可以把這一塊掰下來，然後旋轉对合拼在一起，变成它的龙尾巴，这样装在手上当成鞭子。这个玩法还是非常多的，要小了一些，但是该有的關節倒是也都沒有省略，活動性非常的不錯，而且在這些肩膀的受力轉軸位置換了賽鋼的料子，所以磨起來會有嘎吱的聲音。胳膊肘的地方雙關節這個地方是合金的材質。腰部左右旋轉的話，大概各45度左右，前方的這一塊會把邊緣這裡卡住，但是擺造型基本上也夠用了。胯部前踢、後踢、側抬範圍都能達到90度左右。
大腿根部左右旋轉，膝蓋關節裡邊也是一個大的合金零件，折動的範圍還挺大的，可以達到90度。腳踝左右整腳的接地，活動範圍非常的廣，前後也有一定的餘量。從後面看，腿、肚子包括身體的兩側填得滿滿當當，沒有什麼偷焦空洞的地方，而且全身的這個塗裝質感非常的漂亮，金屬漆的效果很閃亮。背後的背包看起來會有一些大，但是摘掉的這個大弓以後啊，这个背包還在接受的範圍之內。那我們也是進入這一款的變形過程。變形第一步，咱們還是收納拳頭，打開小臂的蓋子，手直接翻進去，然後把後邊的龍爪子折出來。背後的這個大弓，其實我們是可以一體變形的。打開後邊的兩個插扣位置，先把它拉出來，然後頭頂後方這裡的蓋子給它撬開，脖子順着這裡邊拉出來，我們就可以把第二層的位置也拉慫。順勢雙段關節拉開中間的扣點，胸口位置的龍頭造型，我們把這裡翻出來，拽着根部，再往出翻折一段龍脖子的關節，裡邊帶有幾刺的這兩個從腔子裡邊掏出來，身體整個向上旋轉90度。現在背包往回蓋的時候，龍頭旋轉180度，稍微的貼一貼，其實裡邊腔子的這個空間還是挺大的。直接第一段蓋下來以後是沒有鎖扣的，當你把第二段折下來的時候，這兩個長的卡扣才可以進行固定插合。我們這個樣子先把它的後背墊好，然後第二對擊刺，順着根部的球旋轉個180度，挪到後邊來，再把它壓平。側面的裙甲稍微的往上翻轉180度，根部這裡有一個插扣，進行固定。鎖住，人形的兩個肩胛90度往後翻，第三節的擊刺就可以翻起來了。根部這一塊其實是有一個活動的角度的，我們先開始把它稍微的往開調一調，翻到肚皮下方，龍肚子現在還空着，我們打開裙甲，根部的球形關節旋轉個180度，注意這裡邊還有一個銀色的板件，我們把這一塊板子摳出來。前方的插扣對應領子，前方的這個凹洞，把它扣上。龍的肚子窟窿就遮蓋了起來，並且腹部有一個圓潤的過渡效果。腿部這一塊的變形吧，我看朋友們說挺繞的，其實很好理解的，你只需要找面兒就行了，別把它的窟窿露在外邊。很簡單，首先脫開腳踝下方這裡連接的一個方扣子。稍微的再往出轉一轉，讓出來這些空間，順着這個黑色的零件翻轉180度，把它收到外邊來。接着這裡是爪子，我們把這個爪子頭翻開。這個腳尖呢，說白了呀，其實就是擰個180度，換一個方向，把這個窟窿面朝裡。接着黑色的轉軸貼上來，把這一塊等於是一個 Z 字的夾合，變成了小腿的部分。這一塊我們再蓋過來。哎，這不是這邊就不露窟窿了嗎？腳轉到前方，哎，這腿就有了。然後人形的小腿180度翻轉，注意這裡邊是兩段關節的軸，不要從膝蓋活動位置轉，從裡邊的變形關節根部，把這個大的合金棍子轉過去。好，擺正。再把這條腿旋轉放下來，擺到正確的角度上。兩條腿都變好之後，先不要密合，我們把這個尾巴拼一下。屁股後邊這個尖兒先給它拔掉。剛才也看了，很簡單，扭到90度正，然後通過根部的轉軸拉過來，把中間所有的扣子都對應插上。注意在這個位置裡邊有插孔，我們要先把這兩邊的擊刺稍微的往開讓一讓。好。這個時候，你再夾合雙腿，扣住上邊的這個蓋子，再落下來，讓這個插孔結合，鎖上。現在調整側面的這些擊刺到對應的位置，四肢調好角度，擺平，那麼這條劍龍我們就變形完成了。相對來說啊，我覺得比起來那個大比例的，這回簡化了好多步驟，變形起來簡單流暢多了。其實就是你可以理解為一翻腿兒，胳膊往下一杵，胸口往起一立，
這麼簡單的一個變形邏輯，剩下的就是身上的這些装甲还有棘刺的一些装飾零件的变形了。其實整体来说，这個流暢程度我覺得還是可以的。唯一可能看說明書的時候會覺得小腿的這一塊轉了好多圈，這個180那個90度的挺繞的。其實說白了，它的目的最後就是保證了這些偷膠面都給你蓋進去了，把表面光潔整潔的一面放在外側就好了。很簡單，很好理解。其實上手一次以後就可以完全記得住。倒是這一款的龍形可動性也是可以的啊，脖子這個地方有2段關節來回的旋轉，嘴巴可以打開。前肢這裡是人形的胳膊嘛，活動的範圍也是不錯的。後肢這裡雖然是單獨變出來的，但是也做了很多段的關節。尾巴這裡上下活動做了非常多段的關節，但是很可惜左右就沒有什麼擺動了。合體的狀態其實也很簡單，只是說明書有一些地方看起來有一些不太明朗啊。首先抠開這下方2個插着的銀色插口，接着腿部中间掰開，給這一條讓出來空間之後，把它拉起來。哎，這個時候的背包再往起拉，解鎖開，整個的拉到頭，頂起來，讓開這些棘刺的空間，把這個球形關節擰個180度，然後把裡邊這一條金色的零件頂出來它。頂出來之後，再把這個蓋子翻開，前肢的龍爪子跟這樣直接翻過去，雙段關節扣住。我們稍微騰開空間，把這一塊側裙甲的鎖扣打開，前裙甲這一塊的鎖扣打開，這一塊收納，哎，旋轉扣回成人形前裙甲的狀態。接着解鎖開了腰部，把這一塊胸口180度折疊下來。現在有一個挺關鍵的過程了，腦袋主要這一塊的隱藏空間上邊有很多尖銳的地方，不太好往裡放。這一塊說明書是讓你把這個腦袋塞到裡邊以後折疊45度啊，可能不太好操作，因為在暗處嘛。我們可以先把這個脖子像我這個樣子啊抬起來，把它抬到頭折不動了以後，再往回進去以後，先不要下這個 T 字的零件，把這個轉軸折到最後方，讓過臉頰兩側金色的這個邊緣，它裡邊其實是給了一個凹槽的容量空間的，盡量把它壓到最貼近靠背後方的地方，再往下壓這個軸。哎，你現在從洞裡邊看，這個腦袋就已經貼得很靠後背了。這麼做的關鍵就是在收納進了腦袋以後，再把這2對棘刺有夠了空間，才能完全的填放進去。這個也就不卡邊了，也不會跟臉頰側面進行蹭漆了。胸口這樣回歸人形的狀態。所以說呀，變合體形態藏這個腦袋這一步其實是最難的。過了這一步，其他的就好說了。下面的背包部分，剛才我們翻出來了中間的這一個金色的軸。背包這個時候腦袋也藏完了，後背的這一塊整個的回歸先貼好。然後在小腿的兩側，銀色的位置這兒有一個插孔，跟金色的翻出來的新零件邊緣這裡進行固定，相當於夾合的時候又多了一重鎖定的扣點，連同大腿內側中間的這個圓的，還有前方左右的2個插扣，我們現在都定好了。上面的這個銀色的蓋子呢，我們直接往後折疊一個90度。這時候打開尾巴中間所有的插扣，我們一劈2半，擺成什麼樣的角度呢？這2塊摳開，然後折下來，中間有一個斜坡的面，把這個斜坡的面對上，差不多成這個樣子就可以了。然後再往下找這個扣點的時候啊，2個銀色這邊的插孔對應的是背包後方的這2個斜邊，把這一塊旋轉一下，從它的第2段關節軸，這裡有一個開口的球，折下來，然後曲度折一下，把它擺成翹起來的姿勢。目的是為了讓它轉過來之後，這個扣子找腿上的這個插孔。如果你前邊全部变形到位的話，這一塊就定在這裡等着你了。然後尾巴側面的這2根刺翻下來，
這兒還有一個插孔，进行2次的锁定。所以这一块就是这么个位置關係啊。如果你前邊的位置都變準確了的話，這塊扣子是很輕易的就在這兒等着你，把它扣上就行了。如果這裡發現夠不着或者錯了位呢，記得看看背包這一塊是不是沒有調整好。好，讓開，把這一塊再2次鎖定。胳膊順着這個關節旋轉180度，稍微的貼一貼，放在這兒，擺成這樣就行了。反正都是在後邊，看不着。龍小腿這一塊的變形呢，嘿嘿，其實也是很簡單的。我們把它順出來，旋轉個180度方向。哎，這個時候需要把這前腳尖再擰個180度，讓它翻過來以後跟這個斜面正好進行一個貼合。這一塊的爪子翻個180度轉過來，伸到中間之後再往上歸，貼上去。其實這個四肢沒有什麼太嚴謹的地方啊，因為正面是在這兒的，這邊就擺到後邊，讓這個包的圓潤了就好了，不難看就行。前邊的這些地方只要變對了就可以了。最後一步，把這兩片幾次旋轉根部球形關節，讓它朝上，哎，這樣樣子會好看一些。那麼整體來評價一下吧，其實藏玩閣不論是做工用料方面來說啊，其實都做的是相當可以的了。而且在人形狀態下，它這個畫風完全是大家現在可以接受的那種美型概念，再加上身上的一些塗裝細節的點綴，還有全身亮閃閃的金屬漆面，又為這款的造型增加不少分數。可以變成恐龍，也可以進行合體的3變狀態，也是現在大的那一套還沒有完全組合起來，所以我們並不知道最終完成的效果如何。現在這一款所謂英雄級，我覺得會是更適合上手把玩的。一個是它的體型沒有那麼大，擺弄起來不會那麼的吃力。第二個，它的變形步驟明顯要簡化了好多，而且流暢度也比之前那款大的要更舒適一些。雖然大的那一套更多的細節、更多的變形步驟，也讓身上的包裹性和最後的完成度會非常的高，但那一款我覺得更適合於收藏。你要是想把玩的話，我會更推薦你玩英雄級的這個。想象一下，其實這一套如果最後組合完，個頭應該也不會太小啊。不過我個人更在意的是這一套小可愛最後組合完成將會是怎樣的效果呢？那麼大家覺得藏玩閣這一次英雄級的建議做得如何呢？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這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